你有沒有想過一個細思極恐的問題？外星人或許早就來過地球，只是當時人類還未誕生。地球誕生至今已有46億年的漫長歷史，而人類文明從遠古時代至今僅有幾十萬年。這幾十萬年的人類歷史，在地球漫長歲月長河裡，連個零頭都算不上，微不足道。很多人習慣性以人類為中心，覺得宇宙的一切都應該圍繞人類展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地球46億年漫長歲月裡，人類的存在不過就像是宇宙中一瞬間發生的事情。如果把地球46億年歷史壓縮成1天24小時，會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畫面。在這壓縮後的一天裡，直到晚上11點59分，人類祖先才剛剛學會直立行走。而我們所處的文明時代，僅佔據這一天的最後10秒鐘，短暫的令人難以置信。也就是說，人類在地球漫長歷史上，只不過是一個極其短暫的過客，來去匆匆。而宇宙的年齡更加驚人，據科學家測算，已經存在了138億年之久，遠超地球。在人類誕生之前，宇宙已經存在了92億年，這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漫長時間跨度。在這92億年裡，宇宙中无數星球誕生演化，无数文明可能在悄然崛起又消亡。按照宇宙概率來說，絕對存在外星文明已經發展到能夠實現星際航行的高度。他們完全有能力跨越1萬光年距離來到地球，只是我們從未與之相遇而已。科学家經過嚴謹推測，外星人最有可能來到地球有3個關鍵時期值得我們關注。這3個關鍵時期，每一個都比人類誕生的時間早了上億年，甚至幾十億年之久。第一個關鍵時期是地球誕生初期，大約35億年前左右，那是一個洪荒年代。這個時候，地球剛剛形成不久，表面還布滿了滾燙的火山岩漿，景象極其壯觀。大氣層稀薄到幾乎不存在，沒有氧氣，沒有海洋，更沒有任何形式的生命跡象。但就是這樣一顆看似荒蕪的星球，卻可能吸引了某個外星文明的強烈注意。因為地球所處的位置正是太陽系最為珍貴的宜居带，距離太陽不遠不近。這樣的軌道位置在宇宙中是難得的潛力星球，未來極有可能孕育出生命。科學家推測，當時的外星文明可能正在浩瀚宇宙中尋找合適的宜居星球，也可能他們正在進行大規模星際探索任務，地球只是其中的一個目標。當他們發現地球這顆潛力無限的行星時，可能會選擇短暫停留進行考察。他們會對地球進行細緻的觀測研究，記錄下這顆年輕行星的種種數據，甚至可能在地球某處留下一些先進探測設備，用於長期監控地球變化。但由於当時的地球環境實在太過惡劣，沒有任何生命跡象值得長期研究。外星人沒有長期停留的必要，在完成觀測任務後就轉身離開了這顆星球。而他們留下的所有痕跡，經過35億年的劇烈地質運動，早已消失殆盡。火山噴發、地殼變遷、板塊漂移，這些自然力量將所有痕跡徹底掩埋銷毀。35億年的時間，足以讓任何高科技產物分解消失，再也找不到任何蹤跡。就像我們現在去月球、火星探測留下的設備，再過幾億年又會變成怎樣？這些設備會被隕石撞擊、宇宙射線輻射侵蝕，慢慢分解消失，最終化為虛無。到那時，再也沒有任何痕跡能夠證明我們人類曾經踏足过那些遙遠星球。第二個關鍵時期是地球生命誕生初期，大約20億年前左右，意義重大。這個時候，地球已經形成了遼闊海洋，大氣中也開始出現了少量的氧氣。地球上首次出現了最早的多細胞生命，標誌着生命演化的一次重大飛躍。雖然這些生命形式還很原始，只是簡單的藻類和微生物結構，遠不複雜，但它們已經具備了生命基本特徵，擁有了獨特的代謝系統和繁殖能力。对於已經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外星文明來說，生命的誕生極具研究價值。他們可能會專門前來地球觀測這些原始生命的演化過程，一探究竟。
他們會用先進的儀器記錄地球的環境變化和生命形式的微妙演變。這種長期的生物學觀測對於研究宇宙生命起源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外星科學家或許會在不同時期反覆來到地球，追蹤生命演化的每一步。第三個關鍵時期是恐龍統治地球時期，大約1億年前左右，生機盎然。這個時期，地球真正進入了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的恐龍時代，史無前例。恐龍這種地球史上最強大的生物，統治這顆星球長達1.6億年之久。當時的地球氣候溫暖濕潤，植被極其茂盛，森林覆蓋了廣闊陸地面積。海洋、陸地、天空，到處都能看到形態各異恐龍身影，場面無比震撼壯觀。整個地球充滿了勃勃生機，俨然就是一座規模空前巨大的生命樂園。對於外星文明來說，這樣一顆充滿生命活力的星球，絕對是重點觀測對象。科學家推測，外星人可能在恐龍時期多次造訪地球，進行深入研究觀察。他們會觀測恐龍的生活習性、繁衍方式，以及它們之間複雜的食物鏈關係，甚至可能用先進設備拍攝過大量恐龍影像資料，留存在外星檔案中。想象一下，某個外星文明的數據庫裡可能存有真實的恐龍活動影像記錄，那些資料对外星科學家來說是研究地球生物演化的極其珍貴的素材。然而，很多人会忍不住發問，如果外星人真的來過，為何沒留下明顯痕跡？比如那些傳說中的高科技建築，或者外星飛行器的殘骸，為何從未發現？答案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時間太過久遠，任何痕跡都會被自然力量銷毀。火山噴發、地震、洪水、冰川移動，不斷沖刷，改變着地球表面每一寸土地。就算外星人留下了飞行器殘骸或建築遺跡，經過億萬年也必然消失。在地球漫長的地質活动作用下，這些物質會被分解成塵埃，隨風而散，或者被深深掩埋在地下幾千米深處，人類的現有技術根本難以發現。更何況，外星人來到地球，大概率只是觀測者，而絕非殖民者或入侵者。他們不会在地球上建立永久基地，也不會留下大量明顯的活动痕跡。他们只会短暫停留，完成既定的觀測任務，然後悄無聲息地離開地球。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地球上根本沒有任何智慧生命存在的任何跡象。外星人完全不需要刻意隱藏自己的行蹤，也不需要留下任何信號。對於他們來說，當時的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個普通生命觀測站而已。觀測任務完成後，就轉身離開，繼續他們的星際探索之旅，不留念想。說到這裡，很多人會忍不住繼續發問：科學家憑什麼這麼肯定外星人來過？除了這些被猜測的疑似痕跡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更加堅實的科學依據？答案是有的。最核心的依據就是宇宙浩瀚的尺度和驚人的數學概率。我們所在的銀河系直徑竟然高達10萬光年，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數字。銀河系裡包含着1000億到4000億顆恆星，每一顆都可能成為生命搖籃，而每一顆恆星周圍都有可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行星，組成自己的體系。整個可觀測宇宙包含着萬億個像銀河系這樣規模龐大的星系結構，數不盡的星球，數不盡的可能性，這是一個超越人類想象的宏大舞台。按照嚴謹的數學概率計算，宇宙中絕對存在大量條件適宜的宜居星球。這些宜居星球上大概率會自然誕生出形形色色的生命形式和生態系統，其中一部分原始生命會慢慢演化，最終成為具有智慧的高等文明。而這些智慧文明中，又會有一部分發展出令人驚嘆的星際航行技術。地球誕生於46億年前，而宇宙誕生於遙遠的138億年前。這意味着，在地球誕生之前，宇宙中可能已經存在過無數高等文明。這些文明可能已經發展了幾十億年之久，他們的科技水平遠超人類。
他們完全有能力輕鬆跨越1萬光年的距離，來到我們這顆藍色星球。著名的費米悖論曾經提出，宇宙這麼大，外星人應該存在，卻從未被見過。很多人用神秘的黑暗森林法則或者文明隱藏理論來解釋這個謎題，但科學家給出了一個更合理、更現實的全新解釋，打破了傳統的思路。不是外星人不存在，也不是他們刻意在隱藏自己的踪跡和信號，而是他們来到地球的时候，人類這個物種還遠遠沒有誕生在這世界。現在他們可能已經離開地球，或者正在宇宙的其他角落繼續探索，沒有再次來到地球這顆已經孕育出智慧文明的藍色星球進行觀測。簡單來說，就是時間錯位。這是一個非常殘酷卻又非常合理的解釋。外星人來地球的時間和人類誕生的時間從來就沒有任何的交集，他們來了又走了，而我們直到幾十萬年前才在这顆星球上慢慢誕生，自然無法見到他們，也無法發現他們留下來的那些早已消失的痕跡。在地球46億年漫長歷史中，可能有不同的外星文明造訪過這裡。他們在不同的關鍵時期來到地球，留下了無數我們無從知曉的故事。有的外星文明只是進行短暫停留，完成簡單觀測任務後就匆匆離開；有的可能進行過較為深入的科學探索，甚至涉及到地球的方方面面；還有的甚至可能嘗試過在原始的地球上培育生命改寫演化進程。有科學家大膽推測，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就是外星人有意播種的結果，因為地球生命的誕生過程實在是太過巧合，讓人不得不懷疑其偶然性。從最簡單的單細胞生命演化成結構複雜的多細胞生命極其艱難，再到最終誕生出具有智慧能夠思考的高等生命，每一步都堪稱奇蹟。每一步演化都需要極其精準的環境條件配合，自然概率低到幾乎為零。或許在幾十億年前，某個外星文明就來到了這顆年輕荒涼的星球，他們將精心準備的生命種子輕輕地播種在了地球遼闊的海洋之中，然後悄然離開，遠遠地觀察着這些生命種子慢慢萌芽、生長、演化，看着這些種子在漫長歲月中逐步演化出地球上多姿多彩的生命。而我們人類很可能就是這些生命種子經過億萬年演化的最終成果。我們從單細胞生命一路演化，最終誕生出了具有智慧的高級文明。雖然這個推測聽起來非常離奇，但在現代科學層面上也不是沒有可能。畢竟宇宙的神奇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人類目前的認知和想象邊界。很多我們至今無法用科學解釋的奇怪現象，或許都和外星文明有關。也許在你我看不見的宇宙深處，某個外星文明正悄悄觀察着地球。他們見證了地球46億年的滄海桑田，也見證了人類文明的崛起。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會再次造訪地球，與我們進行真正的对話。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仰望星空，保持对宇宙的好奇心，不断探索未知的科学邊疆。終有一天，我們也能跨越星際去尋找它們。宇宙浩瀚無邊，人類渺小，但思想可以飛越億萬光年，抵達最遠的星辰。或許人類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最美麗的奇蹟之一，值得我們去珍惜。感謝你看到最後，如果喜歡這個故事，記得點讚、收藏、關注、評論、留言哦。